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肯尼迪家族强奸案。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呢，是一个富人密集的住宅区了。肯尼迪家族呢，在当地有一栋价值700万美元的豪华别墅，那里面呢有19个房间以及私人海滩，前后院呢都是宽阔碧绿的草坪。在1991年的春天呢，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当时的肯尼迪家呢，也就循惯例呢，邀请了整个家族呢，在棕榈滩的这个别墅团圆度假嘛。包括了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他的外甥呢威廉呢，也一同呢来赶赴了家族的聚会。威廉的母亲珍妮·肯尼迪呢是肯家的掌上明珠，现为美国驻爱尔兰的大使，也曾经到过台湾，会说一些汉语，对中国的文化以及历史呢有所认识。有一天晚上呢，这个爱德华就带着儿子麦克和威廉一起到当地知名的酒吧去喝酒跳舞嘛。3个人在酒吧里谈笑风生，一些年轻的美女呢也纷纷的上前一起喝酒。起先这个麦克呢和一个女孩谈得很投机便携伴呢先行离去了。过了不久呢，年过半百的这个爱德华呢也觉得太晚了便单独开车回家了。就剩下这个威廉呢与刚结识的这个派翠西呢相谈甚欢。而派翠西呢当时还表示稍后他会开车送这个威廉回别墅的。没过多久呢，他们就离开了酒吧，一起回到了别墅的海滩，还手牵着手一起散步看月亮，时而他们还停下来热吻。那故事到此呢都非常的顺利一看就是一场浪漫的爱情故事嘛。但是呢，在海滩散步后呢，却出现了2种版本。根据威廉的说法呢，他们在这个海边散步一会儿之后呢，就将浴巾铺在了沙滩上，躺着一起来欣赏月亮，然后就是亲密的热吻，最后2个人在沙滩上就发生了关系。之后呢，这个威廉就说他很累，想回去睡觉。但是呢，派翠西一进到他的房间呢，就开始发疯，不断的捶打他，指控他强暴，并拨打电话叫朋友来接他，还随手拿起了一个小花瓶呢和一张照片作为证物，就匆匆离去了。那第2天呢，威廉就被指控强暴了派翠西，而派翠西呢还另有一套说辞。他就说他们俩当天在沙滩上散步之后，回到别墅的后院时，威廉突然之间脱掉衣服呢，就要和他发生关系。他拒绝呢，并转身逃离但是他却追上来，将他推倒在水泥地上。他当时奋力抗争趁他不备而逃脱的。但是威廉穷追不放，最后呢还是把他按倒在了草地上，强暴了长达15分钟之久。那派翠西向警察报案之后呢，威廉马上就遭到了逮捕。那肯尼迪家的子孙涉嫌强暴被逮捕的消息随即就传开了。当时呢，各大媒体闻风而来，聚焦在了这个棕榈滩市呢，好不热闹。而警方派出大批的人力，当时就搜集了派翠西的内裤、衣服以及体内残留的精液。为了审慎起见呢，这些证物还送到了佛州的警察局化验室以及联邦调查局刑事化验室等机构加以检验。那肯尼迪家马上就聘请了2位辩护律师一位是当地知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布拉克，另一个呢是马克赛丁。他们以前呢都是在迈阿密警局刑事重案组担任过刑警的，曾经参加过李昌钰培育的课程。后来呢，这些人都考上了律师执照就开始执业了。他们接手之后呢，就马上打电话给李昌钰呢，请他参加辩护团。于是呢，李昌钰当时就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只能依据事实作证，肯尼迪家不能左右。第2呢，就是我的调查报告呢完全独立，律师以及肯尼迪家呢都不能够篡改。第3就是肯尼迪家族必须将我专家咨询费用捐赠给我当时的那个刑事化验室作为添购这个仪器和训练人员的经费。肯尼迪家同意之后呢，李昌钰就正式成为了辩方的专家，专门是负责检验检方的证据的。李昌钰说，我到达这个棕榈滩市的时候呢，当地的刑事化验主任还亲自接待了我，他的作风开明专业的态度非常可佩。那检方化验室的化验结果发现了，就是威廉的精液与派翠西体内残存的精液在 ABO 血型和 DNA 的对比上都是吻合的，同时呢，化验程序也都无懈可击。那这些结果都已经证实了威廉确实与派翠西有过性行为的。但是本案的重点不在于双方是否曾经有过性行为，而是在于何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个行为了。同时，强暴罪的定罪的关键就是在于证实女方是被男方强迫性行为的，但如果是女方自愿的话，就不存在强暴之说嘛。所以检方将全部的精力就集中在精液分析上，却忽略了寻找任何显示强迫行为的证据。于是李昌钰就决定将调查的重点集中在物证上，是否有微物证转移的痕迹。而在刑事科学上呢，当2个物体的表面在运动中接触的时候，总会产生一定的微物质转换。
那一个物体的表面的微物质会转换到另一个物体的表面上去。例如，当一个人的手指接触到某一个物体的表面时呢，这个人手指上的汗液或者是微物质呢，就会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表面上，该表面就会留下这个人的指纹。打个比方，就是当两辆汽车碰撞的时候嘛，一辆汽车的油漆或者是微物质啊，就会刮蹭到另一个车的表面上了，于是就会留下碰撞的痕迹。李昌钰就说呢，他就记得最清楚的一宗痕迹转移案件，就是发生在康州的高速公路上的一宗袭警案嘛。康州有一段时间连续发生了多起高速公路巡警被袭击，而袭击的手段都很接近就是大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看到路边的警车呢，就恶意的逼近，有时候就撞坏他们，那有时候还会撞伤警察。有一次呢，就有一辆警车停在路边援助一位汽车抛锚的司机的时候，一辆大卡车就飞速的擦过，站在一旁的警员呢躲避不及呢，大卡车的车厢就撞到了警员的右肩以及头部，将他弹射出几米之外。当时呢，这个警员因流血过多就死亡了。警察局立刻就封锁了所有的高速公路检查每一辆经过的卡车。那其中呢，就有一辆十分可疑因为车厢前面的右下角有凹痕，所以李昌钰就说，当时他就马上勘察现场，肉眼观察下这个卡车的车厢并没有任何的痕迹和血迹。不过一用那个化学药物显像剂呢，那个凹痕上立刻就出现了警徽。再用超高显微镜检查，就发现车厢上呢还留有被害人头部碰撞的痕迹。虽然当时的卡车司机呢矢口否认但是车厢上的警徽的印记让所有的陪审员投票判定了司机是有罪的。所以观察微物质转移呢，可以重建案件发生的现场，并推断案件发生的过程。一般来说，我们从2个方面来检查微物质转移的情况。其一就是如果某个物体的表面有微物质转移的痕迹就可以推断该物体呢曾与其他的物体接触过。第二就是如果某物体表面上没有某种微物质转移的痕迹那我们就可以推断该物体呢没有和后者接触过。所以从本案中这个女方所称的他们接触过的那些地方呢，我们就应该可以在她的衣服上找到比如说青草泥土水泥的痕迹嘛。但是检测后发现女方的衣服是很完整的，没有任何一点撕扯的痕迹，拉链没有破坏，纽扣没有少，更找不到任何什么草地泥土任何的痕迹。在检测女方的内裤胸罩呢，也没有任何的与地面摩擦接触的那种微物质转移的痕迹所以李昌钰就说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肯尼迪家种的是独门绝草吗？不会留下任何绝迹吗？所以李昌钰说他就到了这个强暴现场来采样求证。他说我就蹲在碧绿的草地上沉思觉得肯尼迪家的草和别人家的草都一样的呀，而且还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手帕，在这个草地上摩擦了一下，再拿律师的手帕在这个水泥地上也摩擦了一下。回到化验室呢，化验之后手帕在高显微镜下都会留下清晰的痕迹的呀，部分的纤维也会有受损的迹象嘛，所以就会证实这个微物质转换的定律是依然有效的。那几个月之后呢，这宗强暴案呢就正式开审了。检方呢向陪审员说明被害者身上精液确实是属于威廉，然后呢派翠西呢又在证人台上泪眼汪汪的就控诉这个威廉当晚的暴行嘛。辩方曾发现的这个派翠西素来是有指控遭人强暴的潜力的，同时也有人主动的向辩方表示愿意出庭指证他颇为随便，经常呢在一夜邂逅之后呢扬言要报警或威胁男方。但是法庭在裁定这些证词和证人不能够出庭否则呢一些真正遭受到强暴的被害者呢将不敢报案了。所以派翠西自称遭到强暴呢，法院就特别要求呢电视台直播时不能够播出这个派翠西的面容。因此许多的观众看电视时呢只能够看见一个颈部以上被打马赛克的女性。有些报纸呢还为了保护她还匿名。后来这个派翠西却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而主动曝光自己。所以法院的这些隐藏呢或者是打马赛克呢这些保护措施都成为了笑柄嘛。在检方完全介绍完证据之后呢，辩方开始反攻嘛。辩方的律师传送证人证实了当晚在酒吧呢派翠西是主动接触威廉的。不久呢李昌钰呢就出庭作证了。他说我先介绍了自己的专业嘛，接着便向陪审团介绍了法国物证技术学家洛卡德在本世纪提出的微物量转换定律，并以日常生活的例子说明如果2个物体是接触过的必定会留下微物质转换的痕迹。李昌钰就说本案依检方的说法呢，派翠西先是被威廉扑倒在水泥地上，再压到草地上，他的衣服裙子内裤应该相当猛烈的就摩擦了水泥地面和草地嘛，并留下明显的微物质转换的痕迹。于是呢李昌钰还拿出了他当时在水泥地草地上摩擦过的那个手帕交给了陪审团，再将高倍显微镜放大下的痕迹的照片呢展示给陪审团。
接着呢，他就说啊，我将派翠西的衣服、内裤以及胸罩呢高倍放大的照片展示给陪审团之后，经过彻底的查证，都没有任何破损的纤维以及草地的痕迹，这就表示他们并没有在草地上待过，也没有在水泥地上挣扎过。当时呢，陪审团内就传来了一阵窃窃私语。当时的检察官呢就沉不住气了，在交叉盘问的时候，就发现李昌钰的证词以及化验的结果都是无懈可击的，转而就攻击现场采样的程序。检察官大声的就问到说，手帕和内裤当时的材质是不一样的呀，那你为什么要用手帕而不使用女性的内裤来进行对比呢？而在刑事化验中呢，以类物品取样呢的确是十分重要的。那手帕与内裤的纤维结构、组织成分都很相似，所以李昌钰说用手帕来取代内裤并不影响检验的结果。再有就是他说我是个正常的男人没有随身携带女性内裤的习惯嘛。所以最后呢，所有的陪审员都相信了李昌钰的证词，认为派翠西的说法并不可信。最后陪审团一致裁定呢，威廉·肯尼迪·史密斯呢强暴罪名不成立。当时的媒体都称是李昌钰替肯尼迪家平反的。那至于威廉究竟有没有强暴派翠西呢，仍然是个未解之谜。本案的裁决呢，仅表示了派翠西没有完全说实话嘛，而检方并没有提出毫无瑕疵的证据来证实强暴。不过有些街头小报依然是咬定这个威廉呢曾经强暴过派翠西而大做文章。不过目前呢，在芝加哥退伍军人医院研究康复医疗的这个威廉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并希望自己将案件抛诸脑后。但是由于他的身世背景呢，人们总会不断的在媒体上炒作，不肯罢休嘛。所以宇哥认为这有可能就是美国的仙人跳了。那么大家认为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